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丽。今天我想来蹭蹭话题啦，想要和大家聊一聊最近苹果刚出的 Vision Pro， 让我想起以前差不多16年的时候吧 ，VR 这个话题真的是火遍全球。我对 VR 这个话题也特别的感兴趣，还特地深入了解了很多关于 VR 系统方面的知识。在这之前，我也已经看了苹果的发布会，想结合我以前的发现和大家聊一聊我的见解。当然也想自己未来能去现场的发布会感受一下氛围。那么大家懂的，你的3连和点赞对我非常重要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整个苹果的发布会花了将近1/3的时间去介绍 Vision Pro 这个产品。我很久已经没有在发布会上看到那么久的产品介绍了。毕竟 VR 对于大部分人日常生活里来说是新的产品品类，所以我估计苹果也想花点时间把这个概念讲清楚。其实 VR 技术已经存在很久了，只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没有接触的必要。商业运用的话，在上个世纪198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被 NASA 用来训练他们的宇航员了，但当时整个设备还需要插很多的线啊，包括屏幕也只能呈现简单的图像，除非是为了执行特定任务，否则日常使用的体验是非常糟糕的。后来慢慢在90几年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关于 VR 系统定义的书籍。第一次让我感觉 VR 和消费者开始接触的时候是16年左右，当时不管国内国外，商场里面必定会有一个 VR 的快闪点，包括 ChinaJoy 等活动里面都会频繁出现 VR 这个技术，但由于技术和设备的发展局限，造成很多人并不能长时间佩戴这个设备，也缺少了日常的使用需求，所以最终还是停在了这个点，之后并没有融入到消费者日常中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整个 VR 技术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被实现了，并且被定义好了，但由于使用体验非常的糟糕，所以这个技术一直没有能够进入到大众的视野，所以技术和使用体验之间的平衡一直是在一个博弈的状态。那我们来看苹果这次发布的产品到底有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。在讨论 Vision Pro 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 VR。 其实 VR 就是说 Virtual Reality，是通过模拟我们的感官，比如使用图像来模拟我们视觉能看到的，或者通过耳机发出声音来模拟我们能听到的，通过模拟甚至增强用户的感官感受，让用户在空间内能够进行交互，进而得到真实的体验反馈。 VR 更像是把用户放在了一个数字化的盒子里面，而 AR Augmented Reality 则是 VR 的衍生，通过让用户感知数字物体的同时，也让用户能够看到现实中的周围环境。苹果 Vision Pro 其实这次这2个技术都用到了，虽然苹果称之为 Spatial Computing， 但本质都是在模糊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一个边界。先来说发布会里第一个我非常喜欢的，就是发布会的转场效果，是在一个个装有不同场景的小盒子之间发生的。这个转场我非常的喜欢。既然苹果提到了 Spatial Computing， 就不得不提一下 Space 和 Place 的关系，也就是空间和地方。别看这2个词差不多意思，其实很不一样。空间就是在3维的空间，而地方的话可以是具有不同的属性的。举个例子，如果这个空间里面放了一张床，那么我可以说这是一个睡觉的地方。如果这个空间里面换掉床，放了很多健身器材，那么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运动的地方。同一个空间可以因为空间里面的物体的不同而变成不同的地方，这也是 VR 的一个优势，可以通过在空间内快速的放入不同的数字化物体，眨眼间就能把比如当前的工作场景啊切换成娱乐场景。所以这里转场的空间小盒子，我觉得是特别能够贴切这个寓意和凸显产品的优势的。发布会的第一部分就是介绍 Vision Pro 的使用体验，看完后我感觉有2个关键词，一个是真实，第2个就是自然。苹果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体现真实的。第一个就是数字物体在空间内的真实性，不仅仅是数字物体本身有了厚度和阴影，同时它还能和你周围的空间产生反馈，比如根据光线的角度，在数字物体上产生相应的明暗变化，你也能通过半透明的窗口感知到窗口后面物体的情况。这样的光线处理能够让数字物体看起来非常的像实际存在的，并且设计了新的界面来呼应空间这个主题，比如人眼视线落在物体上所给出的反馈，
甚至为了强调立体感 ，Siri 都变圆了。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就是 Environment 功能，这个功能其实就是用来切换 VR 和 AR 两种状态的，但并不是通过按按钮点击瞬间进行切换，而是通过设备上的旋钮转动而产生渐近渐远的场景切换。这种切换过程非常的自然，让用户有一个转换的过程，我觉得是很巧妙的。以上的各种细节都呼应了这两个关键词：真实和自然。但也有不足的地方，比如在需要与其他人沟通的时候，设备上会显示出你的双眼来建立对话时的对视感。虽然这个已经在尽量的使沟通上显得更加自然，但在视频里我看起来，特别是眼睛部位的显示，还是有很强的畸变的。不确定后续能不能通过软件优化解决。接下来苹果介绍了很多使用场景，也就到了给你们创造需求的环节了。这一趴我同样感觉也是很符合自然使用习惯的，很多出现的功能都是切切实实会使用到的。但是有几个点我还是想吐槽一下。第一个就是在工作场景中，当同事想要递交给工作中这个人一张卡片的时候，递交角度恰好是两个窗口的缝隙之间，我觉得这个同事是很会挑位置的。第二个就是在家居场景介绍的时候展示了 Vision Pro 的 3D 摄像机，通过这个 3D 摄像机可以拍摄 3D 视频，方便以后用 Vision Pro 来进行回顾。因为是 3D 的，回顾的时候可以更加有沉浸感，我觉得这里的呈现效果是不错的。但问题是在拍摄的时候，目前是只能用 Vision Pro 这个设备来拍摄 3D 视频。也就是说，假如在庆祝生日的时候，必须有一个成员带上 Vision Pro 这个设备来进行记录。如果你是摄影师，付钱来干这个的，我觉得还可以。但如果你是来参加活动的话，我会感觉拍摄的这个人和活动氛围有很强的割离感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某品牌的空气净化耳机，要是把这两个设备都穿起来，我简直是聚会上最靓的仔。不过发布会上介绍的场景也只有工作、家居、娱乐这三个大的场景，还是存在局限的。因为之前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互，包括带上这个设备的割离感，即使是苹果也没有做得很好，所以导致其他的比如线下的社交啊，或者户外的场景几乎是没有展示的。不过由于技术上的局限，短时间内很难消除设备的存在感，所以可能苹果也不在意，能够把工作、家居、娱乐这三个场景做好，已经能够覆盖我们绝大部分的日常使用了。再来说显示器，苹果这次用的是 Micro LED 技术，据说总共有2300万像素点，也就是说单眼能看到的像素点是超过 4K TV 的，这应该是市面上头显设备中像素最高的了。那么很多人想问了，在 OLED 和 Mini LED 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， Vision Pro 为什么一定要用上 Micro LED 这么贵的技术？其实我们人的大脑吧，有50%到80%的信息接收是来源于我们的视觉感官的，所以如果显示出来的物体不是像素化的，并且它越是具有清晰的细节和边缘，就越能够欺骗我们的大脑，从而使我们感觉看到的东西是真实的。所以这里用上了 Micro LED 技术，虽然整个设备会贵上很多，但能够在使用体验上加很多的分，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。最后让我惊喜的就是 Vision OS 这个新的系统，可以看得出来，苹果为了让用户在三维空间中能够处理信息，从根本上改变了系统的框架，以及开发出了很多供大家在不同场景下使用的 APP。这也是我觉得让苹果最花时间去做的一个改变，而不是说去搬用原来手机或电脑上的系统，甚至开发了一系列相应的开发者工具，帮助开发者能够在 Vision OS 上创作更多有趣的内容。这让我想起了我以前看到的一句话，翻译过来就是 VR 在信息共享和交流这两个方面是非常棒的技术，这个不可否认。但如果没有吸引用户的内容，那么这样棒的技术呢，就只能活在设备里，而不是我们的生活中。这句话是我写的。Nice。虽然 Vision Pro 从外观上看和市场上其他头显设备是相似的，但是从系统、技术、软件、产品设计到使用场景上，每一个环节都融入了非常苹果般的巧思，并赋予了新的定义。这也让真实和自然这两个关键词通过展示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。可能这也是为什么 Vision Pro 这次热度那么高的原因，
一部分是品牌效应吧，另一部分是观众真的觉得这个产品是日常中可以使用的了。希望未来当苹果发布 Vision Pro 的时候，它可以不仅仅是一个用来尝鲜的产品。好啦，以上是我对本次 Vision Pro 这个产品发布会的一些看法，挑了一些比较吸引我的点，还有很多内容不是我的专业范围。不知道以上的观点你是否赞同呢？ One more thing.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有趣的话，欢迎3连加关注。如果有什么其他有趣的想法，可以在底下评论区告诉我。那么先这样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